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从聚会的地方到家门口就600来米，对15岁的方雨涵来说，那一天2025年7月6日和在这条村路上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没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暑假的寻常夜晚，他和同学一起在同村一户人家里玩到深夜，大家散了。他的同班男生蒋某某主动提出要护送他回家，他们两家直线距离也就几百米。涵涵大概以为这一次回家路会和往常一样安全，但那一夜他没有走完。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只是一桩发生在云南曲靖山区里的惨案。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4月28日这天的一审无期徒刑宣判之后，我依然想梳理一下那些心碎的细节、复杂的情绪与冰冷的法律问题。其实一个最直接的疑问从一开始就悬在每个人心头：14岁的男孩对同学痛下杀手，侵害其身体，却不判死刑，这是为什么？一切都要从这场再普通不过的同龄人聚会说起。方雨涵，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马街镇某村的一名初二女生。当时正值暑假，她的父母常年在海南打工，但涵涵独立懂事，一个人做饭、洗衣、完成作业，平时宁愿把自己锁在家里，也很少出门玩耍。2025年7月6日下午，包括蒋某某在内的10来个少年聚在同村一户村民家里喝酒、聊天、玩闹。聚会中，有人向涵涵发出邀约，起初他不想去，经不住同学反复鼓动，才答应当个伴儿，跟着一起过去了。深夜11点多，少年们意兴阑珊，开始散场。蒋某某主动提出要送方雨涵和另一名女同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蒋某某还向2个女生询问作业，似乎想靠这点日常话题来进一步降低他们的防备心。快到凌晨时分，3人走到了那名女同学家附近。蒋某某先把她送到门口，处理完这第一个任务后，落在归途后端的就只剩下他和方雨涵2人了。凌晨0点左右，2人走到同村一户村民家住房的路边，这里距离方雨涵家的大门只有约40米，再走2步就到了。就在这时，蒋某某突然从方雨涵的身后用手扼住了她的颈部，力量悬殊之下，一个15岁的女孩毫无还手之力，很快瘫软倒地，被平放在冰冷的地面上。方雨涵大声呼救，在凌晨的寂静中，她的呼救声传得很远，可附近居民大多已经沉入梦乡，没人听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记录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方雨涵的呼救让蒋某某感到了恐慌，他开始用双手猛地捂住她的口部，直至声音停止后才松手。然而方雨涵并没有放弃抵抗，一有机会就再次大声呼喊。这一次，蒋某某的反应更加极端，直接用双手死死掐住她的颈部，不再留丝毫余地，直到方雨涵彻底没有任何反应。经鉴定，方雨涵的死因为扼勒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方雨涵瘫倒在路边之后，蒋某某的举动远远超出了常人对一个14岁少年的想象。据起诉书记载，蒋某某对已经不省人事的方雨涵进行了猥亵，还用手机拍摄了她的身体私密处。接着，他用抱、拖等方式将方雨涵搬动，想把她的遗体带至附近一个废弃的烤烟房里藏匿。那个地方足够偏僻，监控录像拍下了这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幕：一个14岁的男孩把年仅15岁、体重90斤的同班同学拖了一段距离。0时37分左右，蒋某某正拖行至同村另一户村民家的烤房北侧水泥路，突然接到了母亲打来的催促回家的电话。他把方雨涵放在路边，逃窜离去。时间是凌晨，距离事发的第一现场仅过去不到1个小时。凌晨1点22分，有村民路过发现了方雨涵，随即报了警。
说到这儿，我想把时间线稍稍拉长，说说案发前后几天发生的事儿。在杀害方雨涵后，蒋某某没有慌张逃离村庄。据多位村民透露，在案发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像没事人一样，跟着家人背上小筐，上山采了整整一天的蘑菇。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作案后曾走到附近一个村民家门前讨水喝，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对方锁完门，看到一个陌生的孩子突然出现在眼前，被吓了一大跳，关门自保。事后，警方分析，蒋某某极可能是想去试探目击路人是否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留下的痕迹。7月7日中午，警方前往蒋某某家中将其抓获。到案后，他承认了杀人，但数个月后，在一审公开庭审中，他又对关键的作案细节进行刻意的回避，与前后矛盾的供述。检方认定其认罪态度极差。而被痛苦折磨得寝食难安的是方雨涵的父母。方雨涵出事时，父母正远在海南打工，案发后赶回家，母亲蒋女士体重从120斤骤降到100斤不到。我现在一闭眼就是涵涵被害时候的场景，根本睡不着。方雨涵的遗体至今仍存放在当地的殡仪馆中。涵涵的母亲解释说，想要把正义而公正的结果转告给女儿之后，才将她的遗体火化下葬。2026年3月30日的庭审现场，涵涵的父母坚决放弃了对蒋某某的全部民事赔偿请求，不需要钱，只请求法庭严惩凶手。最后陈述阶段，14岁的被告人蒋某某终于向涵涵的父母表达了歉意，但接下来他说的话让在场所有人更加窒息。他说，自己出狱后愿意赡养涵涵的父母。对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而言，所谓出狱后是何等遥远的将来。听到这些话，方雨涵的父母当场拒绝这种奇怪的所谓补偿方案。突然，我从始至终我就希望法院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26年4月28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判决结果公布后，各大媒体的报道措辞惊人的一致。法院认定蒋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严惩。但同时，因为蒋某某犯罪时不满18周岁，依法不适用死刑，最终宣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很多关注此案的人听到无期徒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不是死刑？代理律师周兆成在宣判后对媒体表示，无期徒刑已是现行法律框架下一名未成年罪犯所能得到的顶格处罚和最重惩戒。根据我国刑法第49条，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一律不适用死刑，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都被明文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法定的底线，与世界多国及国际公约的基本立场保持一致。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法院的态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相关细节，若符合特定重罪的最低年龄追诉红线，即可追求刑责。另外，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并不意味着类似案件会被轻描淡写的赦免。法律对蒋某某这类极端凶残的未成年人杀人案，通常能在法条许可范围内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反映了立法、司法对低龄重罪的审慎回应。判决结束后，方雨涵的父亲方先生随即走到安检门附近，对媒体表示，宣判的过程中和宣判结束后，他对被告人的表情观察得非常仔细。蒋某某几乎面不改色，他的父母坐在旁听席上也都表情平静，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对于判决结果，方先生不肯接受无期徒刑4个字，当即向曲靖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抗诉申请。检察院宣布予以受理。是的，都没有，我看他都没有任何非礼这个意思，他父母也没有做出任何我女儿这样的惨状没有办法接受，给我整个家庭带来的是灭顶。方雨涵的母亲很早就透露过自己的一桩心事。曾经，他们夫妻计划为涵涵尽早办理安葬，
但因为想等案件尘埃落定，司法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伸张后再办这件事儿，一拖就是1年。而今一审宣判的结果并非他们想象的最理想结局，这个家需要在余下的漫漫余生中背负这层本来不该有的沉重壳子。本案受害方代理律师北京安建律师事务所的周兆成多年来处理过类似多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案件。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言，判处无期徒刑虽守住了司法的底线，却依旧难以抚平被害人父母撕心裂肺的丧女之痛。而社会层面的更深远的反思却迟迟没有定论。在乡村留守孩子群体越发庞大的今天，如何真正营造出足够安全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屏障？我们或许此刻无法给这个案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事实上，没有一个14岁的数字和一句无期徒刑的判决能圆满抵消掉那个夜晚的暴力与绝望。方雨涵再也没有回到就在不远处近在眼前的家门。这或许就是我们这群坐在屏幕前讲述与倾听的人唯一能寄望的东西。每个深夜独自走回家的孩子，迎接他们的不该是暴力与死亡。父母教孩子信任别人，教孩子交朋友，不是为了让他们在失去之后把余生过成一场漫长的悔恨。方雨涵的家乡罗平以每年早春时节铺天盖地盛开的油菜花闻名，它本该也是这个春天的一部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